哎，各位在线的卡米埃云端国际大学的家人们、朋友们，大家现在好！今嗯，天真的是个好日子，可能大家也看到了哈，屏幕前的我们这6位老师都是带着过节的那种喜悦哈，来到屏幕前跟老师们分享我们此行在洛杉矶的感受。我呢是在温哥华，我是齐凤，向全球在线的家人们问好。那我先想请我们哈，就是我一个一个的报我们老师的名字哈，待会儿你们会听到他们非常多的分享，也想请屏幕上的我们的5位老师们先跟大家伙儿哈认识一下，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分享。好，先有请我们目前身在国内刚刚回国的 Lisa 老师，有请。好，线上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 Lisa，现坐标湖北。从总公司学习回来以后，马不停蹄的又回到了国内，我的家乡。那么今天收到瑞拉老师告诉我的早课的通知，心里一下子涌起了一股暖流。疲惫的身体突然充满了力量。感恩瑞拉老师，感恩公司系统，又一次给了我成长和分享的机会。好，谢谢丽莎老师。好，好，谢谢。我们先请我们的 Julie 老师跟大家认识一下，打个招呼，老熟人。Julie 老师的话筒还没有开，没开麦呀、哎，没开麦呀。Hello，大家好现在所有的爱健康家人们，我是朱莉，坐标在美国纽约，谢谢大家。谢谢。好，先请出我们的金燕姐姐跟大家打招呼。大家早晚上中午好了，我是于金燕，我来自广东台山人，我住在美国纽约，谢谢大家。谢谢金燕姐姐，来有请我们的林老师。好的我是 Lin 目前坐标在温哥华全球的伙伴们大家好。好，最后我们的小英老师有请。好的，所有全球在线的家人们，大家新年好！我是小英，坐标温哥华。好，大家已经听到了哈，我们的屏幕上的6位老师目前的坐标在3个国家。那我们一会儿哈会像看电视连续剧一样来听到很多的不一样的感受和体会。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也想向大家伙儿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齐凤，我的坐标目前也在温哥华，很开心3年多前。我因着我屏幕上的我的爱健康引路人令老师的坚持不懈分享，我看懂爱健康的价值，然后来到了我们的爱健康公司。那这次呢，应该是第5次去到公司来进行考察了解非常多的感受。我想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先请大家伙儿在这个过程听到我们屏幕上5位老师他们各自的感受。在过往的一次又一次哈，因为我了解了一下，我们屏幕上每位老师这一次去洛杉矶都不是生命中的第一次，可是这一次好像跟过往都有那么些不同。那各自的感受分别是什么？我想屏幕前的老师们可能特别的期待。好，我们先请出我们的第一位，目前身在湖北的我们的 Lisa 老师，有请。好，谢谢齐凤老师。那么其实呢，我的人生说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从师范的幼儿教育专业毕业后呢，我就留在了附属小学担任艺术老师，在教育一线呢，深深的扎根了20多年。无论是教学还是做人，我都尽力做到最好。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调任到教育实验幼儿园担任园长一职，把幼儿园一路做到了示范园。就在事业看似步步登高的时候，为了孩子的教育，我依然放下了国内的一切，移民到了温哥华。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我有幸最后呢，就是接受到了我们的爱健康。那么他就是我的贵人，我的同学齐峰老师把爱健康介绍给了我。2次我的拒绝，最后
我还是接收了。为什么？因为在试用产品仅仅10天，我严重的心脏早搏以及心律不齐奇迹般的抚平了。那一刻让我看见了希望，让我与爱健康结缘，成为了爱健康的创业者。齐峰，我把我的故事暂时分享到这里，好吗？好，谢谢哈，谢谢我们的 Lisa 老师啊，就像她所说的一样，她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幼教系统的典型的优秀的老师和园长。那我很好奇的就是哈，这一次其实哈，有老师们如果看过视频，我想已经能够被我们 Lisa 老师非常真挚的她的爱健康的生命故事所打动。我想给到我们 Lisa 老师的一个问题就是哈。我知道你的先生哈，在传统企业里面，其实在不同的领域，在房地产、在汽车行业都有很大的投入，也有过很好的成果。可是你作为他的家人，这一路走过来哈，你来比较传统重资产的投入，跟我们在爱健康的这种的经历，这次你结合到去看药业基地，你的感受是什么啊？我想就这方面，请我们的丽莎老师分享分享。好，有请。好的，谢谢齐峰老师。其实呢，真的，我先生的传统生意到今天都是我内心的一种痛。那么，其实呢，我放弃我事业以后，在异国他乡，其实也没有停下我的脚步。除了呢，积极的去传播多元文化呢，还继续的进修蒙特梭利的幼儿教育和参加国内邹思敏礼仪教母的整个礼仪的训练，并且获得了国际礼仪讲师的资格。那么怎么说呢？在这里呢，就是让我在生活中，就是说，就在一切按照人生的轨迹顺风顺水的时候呢，生活却给了我当头的一击，直接把我从高空打入到了深渊。我先生经营的传统生意，就如同一条看似非常宽阔却暗流汹涌的大河。当经济的寒潮袭来的时候呢，银行贷款，这个账款的拖欠，上下要账，这个要不回来，资金链的断裂，那份沉重，使我亲眼看着毕生的心血就在烈日下风化成沙的整个的交错。是每一笔支出都压在了心头，喘不过气的窒息，更是面对人性的复杂与世态的炎凉时，心如刀割的失望。在那些暗夜里，我曾经的光亮被彻底的吞没了，甚至走到了江边。我选择决定纵身一跃的时刻呢，我拍下了最后一张江面美丽的景色。我想把手机放下，离开这个世界。正在这个时候呢，短信响了，我的孩子发了一句话说：“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紧接着，我的好闺蜜丁丁老师的女儿 Tina 也发来了一句话：“阿姨，来昆明散散心吧。”就这简单的2句话，像2双温暖而有力的手，一把将我从深渊边缘拉了回来。我独自坐在江边，泪水满面，哭了整整1个下午。泪水冲走了绝望，也冲走了一个清晰的追问：什么才是可持续的资产呢？什么是穿越周期真正给人安全的这个事业呢？有些激动。其实呢，答案在我最脆弱的时候悄然其实也浮现了。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去到别人的家庭里面去从事我的幼儿教育，去教2个孩子。那么在这里我有了成就之感，是因为这2个孩子，一个是数学神童，一个是行为习惯养成非常好的。在我的精心培养训练下，他们都有了自己的收获，我为自己这份工作感到开心。我也很感恩，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在寻寻觅觅的那份事业悄然出现了。
那就是我刚才介绍的齐凤老师把爱健康分享给了我，让我看见，让我触摸到的是产品，而是呢一种可能，一种轻盈的能与生命本身共鸣的事业的可能。我放弃了育儿教育，断臂烧船，依然笃定走进了爱健康。从此，我体验到了两种资产的天壤之别。传统生意这个资产之重，重在有形，并且呢压在肩上，是冰冷的数字，呆付的账单，难以周转的资金、人员工资等等。它的脆弱在于永远受到外部洪流，面临的是竞争的红海，增长的乏力。在此也让我走进爱健康，让我感受到了健康资产之喜，喜在它的无形，长在心里，是每一次分享后对方健康的改善，是播下健康种子之后收获的信任与笑容，是打造一条有温度、可持续的收入管道。它回应的是人心中最根本的渴望：健康与安宁。因此，它自带穿越周期的韧性，是我们一片任有无限可能的蓝海。这份事业让我背负重资产前行的家庭一员，转变为传递健康价值的轻创业家。从重压之下的痛，到轻盈向前的喜，从传统资产的质重到健康事业的流通，这不仅仅是事业的转型，更是一次生命的觉醒与重生。在爱健康，我更加明白，大健康产业是永恒的趋势，绿林产业是永恒的趋势，轻创业是这个时代的礼物。多次到公司考察，参加总裁亲自培训，沉浸在系统持续的学习中。特别是在这一次培训与参观药业基地的所见之中，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在全球经济下滑的情况下，爱健康公司的底气、公司的实力在趋势遇上形势，在网络遇上品牌的精准把握中，看得远，站得稳，走得久。在这里，每一分努力全部直接连接到他人的幸福与自己的成长。在爱健康公司，我一次次被燃烧、点燃，一步步成长了起来。在这里，在这个系统里，平凡的人成就不平凡的事业，因为我们不靠个人单打的独斗，而是依靠系统，依靠团队。在系统的学习中，在团队的托举下，那个曾经黯然的我又被点燃了，而且燃烧得更加温暖，更加踏实。如今的我终于明白，真正的创业不是押上全部身价的豪赌，而是找到一个可持续的赛道，用专业和爱心为自己和他人累积一份越分享越增值的生命资产。此刻的我满怀感恩与喜悦，感恩公司，感恩系统，感恩创始人，感恩我生命中的导师令老师一路鼓励、支持、陪伴和引领，感恩分享健康给我的贵人齐凤老师，更加要感恩我的好闺蜜丁丁老师，把缇娜她的女儿送到了爱健康，以及她带来了我们优秀的追光队。我也感恩追光队所有的伙伴们，是你们为我定了一片江山。这就是爱健康的制度，是其他所有平台无以抵消和无法超越的。就是说，我们在爱健康，一人定能定江山，两人定能霸天下。最后呢，祝愿爱健康所有的家人们身体健康、
财富自由、灵魂兴盛。我们在一起不只是创业，更是修心修行，照亮彼此的前路。好了，秦峰老师，我把我的感想分享到这儿，谢谢，我麦交给你。好，非常感谢我们的 Lisa 老师，我相信屏幕前的老师们，一定是被她深深的共情了。我们的很多人，我看到屏幕上的老师们，包括我自己哈，都是眼泪是潮湿的，因为我们真的是这个泪，既是他为他曾经经历的重资产的痛感到共情，更是欣喜来到了爱健康，来到了这份有爱、有温暖，真的是可以看得远、站得稳、走得久的事业当中来。非常感谢我们 Lisa 老师的分享。屏幕上大家可能都注意到哈，我们全部都是500人以上的幸福长，还有2位大将军所以当我们这群人去到公司的时候呢，在公司的比较认真严格的审查制度下，我们得以进到药业基地的里面一探究竟。那让我们来成为去到现场，可是暂时还不够资格，还有那些没办法来到现场的老师们我们愿意来成为你们的眼睛、你们的耳朵，去感受、去看见去听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出来的另外的一位老师是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我们上个月刚刚晋升为2星大将军的，来自纽约的居里老师。居里老师的特点，我相信老师们都已经很熟悉了是一位非常认真负责任的，但是他的团队呢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小白的老师特别多。好，我们来请出我们的居里老师，让我们来一起听听他跟爱健康结缘的故事。有请居里老师。谢谢启峰老师。刚才听了 Lisa 老师的故事，我们现场听过，这一次呢又被触动了，非常感谢。我是助理，也是坐标在美国纽约。因为其实我呢也是20多年前呢和很多移民一样，也是为了努力去适应这个新的环境来到纽约。从教师到银行贷款专员，再到银行到这个教育培训这个行业，也是一路的摸爬滚打吧。但是在银行这个贷款专员的日子，其实当时呢还是那个第一个风口上面呢，业绩还挺好的，收入也是蛮可观的。但是随之而来的感觉是无止境的一个压力，因为客户的需求永远不等人，也体验过手停口停，因为每个月他都是从0开始，那个业绩压力非常大。这种生活呢，也让我意识到，其实在收入和时间直接挂钩的过程里面，我永远没办法真正掌握到自己的命运。但刚好又遇上了美国金融危机和这个次贷危机，那个时候呢，我就转行，就转到了教育这个上面来。因为我自己就开办了这个补习中心。然而呢，现实更告诉我，其实一个人的拼搏呢，终究还是有限的。因为在开这个教育中心的时候呢，真的是全年无休事无巨细，身心真的很疲惫，也是到了极限。因为也没有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孩子和家人，即使赚了一点钱，但是依然没有时间去享受自己真正的一个自由。刚好在2020年，大家这个疫情在真的全世界停摆的过程中，我真的也失去了曾经依赖这个传统事业，也是没有了保障。这个变局好像也让我深刻的意识到，真正可以持续的事业才是人可以掌控到人生的一个底气。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刚好也遇到了我2位贵人，勇老师和菲安娜老师，他们把爱健康带给了我，也让我一个结合健康与创业全球化的这么一个轻资产的一个事业。当我深刻了解之后呢，我看到了其实也是我一直追寻的真正可复制的一个商业模式。因为对比传统的行业刚才也是我们 Lisa 老师分享的，它没有高昂的投入，没有库存的压力，也没有地域的限制，最重要的
因为传统行业确实那个压力大，资金投入高，但是最重要在爱健康真的是实现自由。我们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是团队，所以有系统的支持，团队的协作，也能够做的持续的累积复制裂变。所以最初其实我是尝试的心态，当后来真正发现，如果我们用坚持的心态来做，真的很难做到快速达到成功。如果想改变人生，真的要全力以赴，真的可以投入100%的专注和这个行动才可以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真的爱健康提供了我更大一个好像这个教育舞台，因为它可以链接到全球，所以我就果断去转型，全身心的一个投入，真正把爱健康当作自己的一个主业，把它释放它真正的一个价值。当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看到呢，当你全力以赴的时候，爱健康真的可以让你改变你的财务自由，可以让你的光照耀他人，真正的影响到身边的人。当我们爱健康真的拥有了我们自己真正的现在实现了真正的时间自由，更重要的呢，我自己觉得自己在爱健康也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一个使命，可以帮到更多人去突破这种局限，或者更大的一个格局，创造让更多人去创造这个自由和富足的人生。其实这是我想在爱健康实现的一个人生的价值。谢谢启峰老师。谢谢我们的朱莉老师哈。我们朱莉老师是一个特别有使命感的人哈。那么这次我们洛杉矶之行进到了药业基地的里面，也接受了总裁的培训。那我想就我们朱莉老师来，就有一个问题问到我们的朱莉老师，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从银行专员，然后再到教育工作者、教育培训工作，然后经由我们这个菲欧娜和那个荣夫妇俩的推荐来到了爱健康的。你的团队从你自己开始，绝大多数人都是小白。那我想你一次又一次的去到我们公司，特别是这一次又看到了药业基地，对像带领这样子以小白为主的团队来说此次的洛杉矶之行到底具备怎样的价值？今后你在你的团队建设上可能会更加强调的是哪些方面的价值？好，我把这个问题给到我们的朱莉老师，有请。好，谢谢启峰老师问的太好了。因为觉得呢回来的这个分享，我上个星期也讲过一点。那么今天对于启峰老师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我团队的人可能开始消费者多，老人家多，小白也多。但是如果你一定又说为什么能够对现在走的爱健康这条路这么笃定呢？真的是原因，每次去公司的考察真的也好多次了，已经参加公司的这个年会啦、活动啦、考察啦、旅游其实每一次的收获都是蛮大的。特别呢，好像这次去公司这个药业基地一个参观，真的非常的震撼。其实从这个药业基地的这个考察之后呢，真正看到爱健康公司对我们未来这个长期布局真的非常非常的认真。当我们真正站在公司真的投资了1亿多美金，并且是6英亩这么大的一个药业基地的这个现场我们可以真正走进去，500个幸福长我们都可以走进去，你看到研发、生产、检测标准这个一个体系一个布局。在我们回来这也听到总裁亲自去讲这个平台这个长期的一个布局，公司全球这个视野和系统这个规划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我们做的真的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项目，而是一家真正站在这个大健康和人网链接和轻资产创业趋势这么一个公司上面。我们不是靠什么激情去驱动，而是真的是公司靠这个实力、愿景和这个格局，让我对这个未来，对公司这个未来真的充满了非常大的一个信心。当然为什么我说特别我们这个团队特别说很多人看到普通人或者小白
真的能不能在爱健康成功？其实因为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其实走过的也是很多普通人的一个路径当过老师，当过银行的贷款员，也经营过这个培训机构。其实经历了这么多，我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其实绝大多数的人，他们不是不努力，而是卡在一个再努力也很难突破的这么一个结构里面。记得总裁在一次年会上曾经说过，应该没记错，应该是第2年的一个年会吧。他说哪些在风雨如寒的日子里找不到港湾的精魂，全都给我，我为你们高举灯盏，伫立云端。所以我们从公司的这句话里面呢，总裁说出的已经看到公司这个初心，他们的担当与责任。所以我这一次去公司考察呢，也听到很多传统企业家他们感人的那个故事。刚才我们相信 Lisa 老师的故事，大家都在陪着他那个故事在起伏，对不对？所以传统生意的痛呢，确实是蛮触动的，因为投入越来越大，人越来越累，风险却越来越不可控。包括很多曾经看起来很稳定的行业，都可以被时代重新洗牌。所以我一直也在寻找一条路，既能成就健康，又能成就长期这么一个收入。而普通人真的能进得来，学得会，做得成的。后来我发现呢，真的轻资产这种创业的模式，切切呢就解决了我们传统生意这种核心的一个问题。因为一份事业能不能做得大，不是看多少精英能够加入，多少优秀的人能够拿到大结果。我觉得切切是因为如果能够看到普通人能不能拿到结果，这个才是一个重点。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判断，就是说只有当一份事业能够让普通人能够参与，普通人能够拿结果，它才是真正可以做得大做得久的一个事业。所以如果这么一个模式只有让首饰人成功，门槛比较高，如果过度去依赖一个个人的一个能力，他可能很难走得远。所以在爱健康里面呢，我看到呢，因为我们是有系统有路径，并且有可复制的一种方法，还让由于公司这种实力呢，可能我们就看到了真实可见的那么一个结果。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带团队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真的没有，我这个团队真的没有挑什么很精英的人，而是在我们进来的小白也好，普通人也好，我们只是用陪他们扶这些伙伴去怎么托起他们。所以很多人可能也会问，如果普通人真的在爱健康能够成功吗？其实我觉得走过来的答案说，只有我们的方法是对的，是完全可以复制的。我也是重点呢，去在团队里面也做了那么3件事情去做吧。比如也是公司说我们应该用心用情用爱来做，我们也是愿意打造留下来的团队。因为带团队里面我们真的不是在管理，真的是在陪伴，也是我们系统说的，你看1314这个爱你到永远这种陪伴。我们也非常重视团队里面的氛围和文化，其实和公司是很吻合的。你看公司的这种爱的文化感恩晚宴，每个月的一个付出。因为毕竟爱健康，如果我们当他创业来做，创业这个初期，大家最需要的真的不是压力，而是一种被理解被接住，被陪伴。因为我们也希望每一位伙伴进来呢，他们感受到的，这是一个团结的、有爱的、互相托底的那么一家公司，一个团体。如果这个人一旦真的愿意留下来，成长才有可能发生，是不是啊？所以当这个伙伴真的融入了我们的系统里面呢，当然陪着我们的小白，
去创业最难的这个阶段呢，当然创业最难呢，我觉得也不是能力，而是真的在最难的时候有没有人陪着你熬过最迷茫的那段时间。刚才这一点呢，也是从 Lisa 老师刚刚她这个故事里面悟到了这么一点。因为让伙伴真正融入系统呢，真的有时候我们不是说，哎呀，调一堆资料给他去看。我觉得应该是，其实我们很多领导人也做得到的，是说手把手去教，一起去做。你看每天线上线下的一些复盘，陪着他们可能走过那么一段时间他们有不会讲，也不敢发，可能也没结果，可能也想放弃。但是这段时间最难，就是有人陪，能走过去，让结果去说话，也是让看得见的成功能够复制。当普通人第一次看到这个结果，信心就会被永久的去点亮。因为我看到在团队里面，为什么也是每一次的被公司这种大爱去触动。所以伙伴在坚持里面也看到了，当第一次成交，第一次被分享分享被认可，或者第一次我们的后台有收入了。因为当他看到这些真实的成果的时候，他们可能的信心就会被建立起来。因为每一次跟着公司这个活动，鼓励帮助尽量多的伙伴去达成这个目标，大家可能这个信心就会满满的往前走。那么接下来当然我们根本就不用去激励了，他们真的是接下来怎么去复制去被认证的一种方法谈着，因为有点因为启峰老师就问我去看了公司之后这种感想。我想因为上个星期我已经谈过了一点，今天呢既然在这里呢，我就想谈谈我们这个团队是怎么被公司这种大爱看到这种价值，当我们回来在传递过程里面是怎么去执行的。因为我感觉一个人他们成功真的不是一个人成功可能是偶然，但是一群普通人的成功真的是系统的力量，是公司一个引领。因为有梦想的人，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系统的方法定心定位定目标，在这个创业呢，其实一个人也可以影响到3个人。当我们按照系统的方法，3个人如果全力以赴去达成一个100人幸福长这么一个团队的时候，就是我们成功的一个开始，是不是？100人幸福长一个复制呢，就是团队裂变真的可以无限大的。因为当成功被看见被复制，这个团队裂变呢，只是时间一个问题。当我回过头来看看为什么会越来越确定，并且我们做的真的不是做一个项目，而是参与一件真的以普通人一起成长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事业。每次去公司，从知识总裁里面这一个培训里面，我们以前还说消费商什么，现在已经到了网络商。所以我们参与的是普通人成长的一个事业。这条路呢，也让我们同时看到了公司一个确定性，事业的复利性，也是人网链接的一个放大这么一个效应。我愿意继续往前走呢，也愿意陪着更多的伙伴，我们普通人往前走。也是我觉得爱健康确实是成就普通人的这么一个平台。当我们伙伴越来越多的人去进入这个系统，真的方法其实真的好简单，就是听话照做，简单去复制，永远就是那么8个字，就在一定就会在爱健康的路上走得稳些，走得远一些，也一定会走出结果。当一群真的普通人在对的系统里面，在对的趋势上面，最关键是在对的平台，有总裁有公司的引领，这条路上面大家都是彼此去托举，这个奇迹一定会发生的。所以呢，因为下面我相信很多伙伴都会在分享大家去看公司的这个真实的一些感受。我这次每次因为
去了好多次公司，每次去都有收获，每次去呢回来怎么引导伙伴跟上公司这么一个目标往前走呢？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触动的，回来放大公司的把他公司的愿景价值俯视到每个伙伴的身上，在这条路上更加坚定的往前走。也祝大家能够在爱健康成为爱健康的传奇，都拿到大的一个结果。好，谢谢秦峰老师。谢谢我们的朱莉老师哈，我相信大家透过我们朱莉老师的分享，能够非常清晰的感受到他的这一份对公司的笃定。他刚才提到了一句话，我特别的赞同哈，他说的公司的成功靠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激情，你要的是实力，要的是我们的格局，要的是愿景。当然，一群人在一个对的平台上，他要拿到成功，其实不担心你不会，因为有我们的系统，我们的系统，我们的公司是一个让你进得来、学得会、做得成的有未来、有希望的事业。好，所以普通人这个是一个群体的画像。在这个画像当中，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出一位非常鲜活的具体的例子，就是大家越来越被更多人所认识、所熟知，也所喜爱的我们的经验老师。好，有请我们的经验老师，话筒交给您。好的，大家好，我是漂移经验。很感谢公司各位领导给我一个成长的机会。我来自广东台山新移民的美国纽约，是一名很普通的移民。我在撑起1000人呢，今天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给我自己一次机会，人生一定能开出希望的花。怎么样这样子？老师，你可能不小心把那个镜头给关掉了，没事，你继续说。好了，你看，哎，太好了，哎，好嘞。因为有亲戚了，我出生在一个五兄弟姐妹的大家庭，小学都没读完呢，就出来务农了。这是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就早出社会卖个鱼、卖个水果、卖个菜，开个理发店，摆个地毯，别人眼里的风雨里的我都找过了，别人想干的苦力活呢，我都干过。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一个道理，工作不出头，只要做生意才可以翻身。但是我的没有本钱，我的是一种不服输的信念，步步讲着我找到今天。我从2019年，我终于有机会移民来了美国，那一年我已经近60岁。说实在话，人觉得我这把年纪退休享受生活了，但我觉得这是我改变人生的一次机会，我要把握住。好是认识不是这么乐观，我的文化不高， ABC 都不懂，在纽约只是做的护理，做的清洁工，让我在这么辛苦的1年当中，我要落下一身的病痛。我的脚呢
这上楼梯没有办法，痛得很厉害。我呢上楼梯呢的脚就好像踩在刀上，晚上呢睡觉翻来翻去，都是很痛。生活质量让我怀疑，我来美国到底为了什么来美国？我后来呢，我就又到一个贵人助理姐老师，他将我一车光，照亮我的人生。我在最迷茫、最痛的时候，助理老师向我分享了爱健康的NNN 产品。我简单相信，大量体验产品，我开始体验爱健康产品 NNN， 结果超出预期，我多年严重的脚痛缓解了，连肝脏问题也有明显的改变，睡眠也变好了。我体会到病痛的难受，所以我直接分享，帮了非常多的健康需求者，因而很快得成500人幸福奖。因为团队大多数是年长消费者，更正需要大量用精力，团队往下列边才能从500到1000人找。这次去日本呢，我听了很多优秀的老师的分享和总裁的交流，我明白想团队往前必须找到经营者，真正想要做事业的最好是年轻人。我想到了我的孩子，我的儿子以前不任何直销平台，我就早2年他颈椎病问题，我坚持让他出上爱健康产品，避免了动手术，他开始任何产品。趁着这个机会，我就在荣老师、助理老师每周站中培训，让我儿子金奇相先学习，让了荣老师和助理老师帮忙启动他。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儿子、儿媳妇和女儿都愿意全力以赴来做这个爱健康事业。我能做到，你呀一定可以做到，一定给自己一次机会。谢谢我们的金燕老师哈，谢谢我们金燕老师的分享。我相信他的爱健康的生命故事，可能最打动你的就是他一开始是产品的受益者，他今天没有机会跟大家讲到哈他的老父亲的故事，我相信有些老师们也已经知道了哈。他是从他父亲，从他本人包括他儿子都产品受益，然后呢，他带出了一个从500到大将军，他是上个月刚刚晋升的7任大将军。那么当中是找到了我们的经营的合伙人，而这个合伙人来自他的家人，他自己的儿子、儿媳妇，还有他的做医生的女儿。那我这边呢，就想有一个问题哈，来问到我们的金燕老师。这次去呢，在我们的洛杉矶哈，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的金燕老师在受这个勋章的时候，7任大将军的勋章，在分享的时候哈，那个话筒拿上了，太多想给我们大家伙分享的啊。总裁去拿他的话筒，可是他不舍得，话筒拿走了，我继续讲，实在太多想给伙伴们、大家们分享的，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哈，在现场的老师们。那我现在呢，就是有个问题，
我想请我们的金燕老师哈，来跟大家伙儿说说这次哈，这次不是你的第一次，好像是第三次吧啊，去公司啊，借着我们参观药业基地和在公司总部培训的机会，你想给大家伙儿分享一下最触动你的1、2点是什么，好吗？啊，把你的感受啊，因为我们特别喜欢听你讲故事，你的故事特别打动我们。好，把话筒给到你，金燕老师。好的，谢谢齐峰老师提的这么好的问题，我就怎么样达成千人将军？我做直销已经20多年了，都是一个直销难民。我以前做直销，我赚的，但是没有办法带下边的伙伴能赚的，这是给一波一波咁啊做的这么多公司呢，都是割韭菜，拿不到结果。在爱建行公司呢，有实力，总裁有大爱，产品好，制度好，有人帮有人带，容易成功。这是我去公司考察呢，看到很多的企业家都来自爱健康，学习了很多的成功老师的经历。我开始分享达成500人的荣誉，就是分享一个中风6年的朋友，就带了300人的团队，但是都是消费者，再往下列边就困难很多。后来我在事业伙伴引入年轻人，比如家里儿女，让大家进入系统，自己也做好表格，讲好CP，做好陪伴，每周坚持线上线下，越来越多的伙伴融入系统，都动起来。整个团队呢，定目标，和助理老师一起做好伙伴的心态建设，激发情人难，行动日志，互相鼓励，每天打电话卡，群里每一人每周都有目标，让有结果的老师分享经验，大家学起来，一起努力拿结果。一定抓住公司的活动，大家更容易看到结果，更容易成功。我都可以，相信大家的一定可以。大家呢，比我文化高，我文化不高，我就是按方法用心提升自己，多的时间放在学习，就是跟着我认知哥的系统，我慢慢的走向大学毕业了。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像我一样拿结果，相信马年哥哥一定成功，像1000人，大家定个目标，向着目标勇往直前。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谢谢把麦交给我徐峰老师。
谢谢我们的金燕老师哈，大家能够感觉得到哈，我们金燕老师是台山人，所以今天我们早上我们几个人在碰哈，我们在会前碰的时候，他下意识开麦用的就是他的母语哈，不过好在我还能够听懂很多，所以大家能够感觉得到哈，这个语言可能有一点点影响他来表情达意，但是尽管这样子，我们还是听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的金燕老师，虽然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像他说的小学没有毕业，但是在他的身上很早他就意识到工字是不出头的，所以老板的心态在我们金燕老师的身上很早就有，很早就有老板的心态，他是在为自己做。那另外一点呢，他也能够在组织行销很早就有看见，虽然没有拿到结果，但是他对这个行业他是有认知的啊，这一点也是大家不要去忽略掉的哈。我们的金燕老师，他可能在文化水平上赶不上很多我们的老师，可是他的老板心态上，他在这个对行业的认知上，其实可能对我们很多老师来说，他真正是前辈。那所以每个人的成功背后不是偶然的，当然非常重要的一点，他对我们公司他是非常的认同，对实力，对我们的总裁，我看到了我们 Ada 老师哈，最后发到我们那个考察群里的一个小视频，是 Ada 老师发的还是Julia老师，我忘了哈，但是就是我们的金燕老师用的是他的家乡话。他就是非常感恩，说他在过往的平台上，你说要跟总裁有交流啊，还要从总裁的手里把话筒抢过来，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啊。可是，在爱健康里面，他说感觉得到总裁所代表的我们的公司，就好像父母对孩子那样的一份真挚的爱。他希望你在爱健康就是能拿结果。不光是你的健康更好了，而且你的口袋也更多了。所以这是我们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听到我们金燕老师的分享当中，他也特别的提到，是不是大家正在做的哈？我们的网络商们，飞鹰计划的网络商们，特别是在做的青蛙卡，对吧？他也提到了哈，我们要听话照做，我们要进行时间刻度，我们要进行陪伴，我们还要顶重要的要有目标。要有目标和目标管理的具体落地的行动，所以我们其实看到的好是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金燕老师，可是在很多的方面，他真正是认知走到了前面，遇到对的爱健康平台，遇到我们这么可以帮到助人的巴黎爱云端国际大学，他相信这个行业，相信公司，听话照做。所以在金燕老师身上的成功，其实是我们每一位都是可以复制的。好，谢谢我们金燕老师的分享。既然说到行业，接下来我想请出来的这位老师是我的爱健康的引路人，我非常感恩他对我不离不弃的这种跟进特别是他自己对爱健康的认知发生改变的时候这种跟进就在我的身上看到了效果所以接下来我们请出来令老师，我们来听听他的爱健康相遇的故事，有请令老师。好的，感谢启凤老师也感谢金燕老师，我们天天都在讲你的故事就是说呢，没有做不成的爱健康，好像真的是一个榜样的力量。那我呢就是说非常开心今天跟大家又见面。我的这个生命故事呢，就好像前半生跟这个后半生就有点好像很长久因为我是20多岁就来到美国，当时呢我没过过长江，在国内就觉得呢就是一个从北京出生就直接来到北美这样一个走出去有盼望的那种感觉那我也在这边呢当过一小段那个老师上学。那最终呢，就是做这个一个酒店，就是传统生意的一个管理，我做了这个比较长，做了16年。就像刚才金燕姐姐说的因为当时呢，我来到的时候就很难看到一个大陆说普通话的人，都是或者说广东、香港、台湾有一点那就说到一个字儿，就是
他们就是口头禅嘛，我经常听他们说话，就是工字不出头啊，出头就入土。你要想出头，那就干死了啊，就入土了。那我觉得呢，就是说，当时呢，那我很多的比较好做哈，这也是一个趋势。那做这个酒店呢，就比较好做，可以说你跟上了趋势，因为那个时候呢，80年代、90年代，很多人来加拿大旅游。那你抓住，你今天再去做，连个旅游课都没有。你就是说趋势遇上形势，我觉得真的每个人都去思考，不是说我们一厢情愿要干什么，而是说你真正的有没有那个出头啊那一天，那你要考察，你要随时的来做这个一个取舍哈。那我也有过这个前半生的这种经历，好像也是很长久以前的事情哈。那10年以前呢，为什么我就说我这个组织营销是没有在我的规划当中，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因为很多人都在用保健品，但是我是不认的。一开始我觉得人吃好喝好睡好就行了，没必要加一些其他的东西，有必要吗？但是在10年以前呢，因为我自己的家里人开始都生病了，频繁的妈妈呀爸爸呀家里人全都真的出进医院，而且都是那种不是一般的病，我们就最后呢把它是归结为就是慢性退化性疾病。这些疾病你跟医院打交道，请问能解决吗？那呢就是当这种大病的前提下呢，那我的贵人也是在这个行业，瑞娜老师就出现了。那我们就进入了上一家平台就是说不情不愿的进去了吧。但是呢，我真的是当时有多么对这个行业怀疑那我后来就对这个行业有多么的拥趸的心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上一个平台呢，我们可能说回顾这一段历史我自己呢就是还是拥抱科学。我觉得在2008年的呢，因为美国的奥巴马总统上台了他在国会讲了一段话，现在你在百度上和那个 YouTube 上都能看到，就5分钟。他说我代表国会那个解禁所有的实验室干细胞的应用可以来民间了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科学家无数次的上书要干什么呀？慢性退化性疾病是用药是解决不了的。那什么是慢性退化性？他说了5种：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癌症和帕金森。他说他就等于跟科学家背书。我相信当时的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太多的科学家，包括我们的大卫·辛克利尔博士，很多的内森·纽曼博士，可能都向国会无数次的上书要解禁。为什么呢？药不是唯一的方法。那我们学完这以后，我就觉得呢，那上一家公司真的是跟着潮流一起往前走那我觉得呢，就是有没有这个细胞的这种修复与再生。我就想呢，我家里的人都病了说句不客气的话，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应该是那种感觉。因为一个一个的全都倒下了就是慢性退化性疾病。你说在这个北京，那我觉得呢是时候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就开始我们真的是拥抱一种科学。无论如何呢，我们对这个产品不是说别人3言2语就能够把我们岔开，那种内心的那种笃定，可能是今天我走在这个行业永远的就是一个拥趸。我觉得呢通过这一段时间呢，就是了解这样的一个，那我们就是深扎了2个平台一个是上一家公司，那因为公司的这个情况出了问题，那我紧接着呢就2020年通过瑞娜老师的一个电话，我来到了爱健康来到爱健康呢，那我也是通过这个考察就是看看我们爱健康能不能托举起我们普通人真的是一个梦想。因为我们呢不想跳来跳去，也没有时间去跳了，也跳不动了，说句实在话就是有点这种悲观的心理。再能跳多少个我们还有多少年去真的所以呢深思熟虑以后，我觉得爱健康这个平台呢真的是值得大家来拥有它我的生命故事就说到这里，启凤老师看看我们下一个谢谢林老师的分享。
所以呢，令老师他其实是有比较的啊，因为虽然他的前半生从来没想过他有一天会跟组织行销来结缘，很多老师都是这样子哈，我自己也是哈，没想过，可能是一些偶然的因素，而对他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对健康的刚需啊，不想像自己的家人那样子，有一天哈，你不得为自己的健康去做努力。那这种情况之下，他进到了前平台。那我们现在在爱健康也已经好几个年头了，我很想问的我们令老师的一个问题就是啊，你这次去到公司参观了药业基地啊，也接受了2个下午的哈我们集体的培训。那我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来比较这2个平台，都是在看一些好像是建筑物的时候，你的感受，你从这2个平台上带给你的感受和冲击到底差别在哪里？好的，那让我回忆起来哈，那在上一个平台呢，我们也真的很努力啊，我自己呢就是说也跑过很多的这个城市、国家，尤其是国内哈，几乎都去了很多的地方。那上一家平台的公司呢，我们也去过哈，就是好像在哪一年，我现在有点记不清楚了，也到奥兰多去看过这个总公司哈。我们上一个平台，我不知道很多伙伴们哈，我记得还是跟瑞娜老师的，我国内很多伙伴们过来哈。那我觉得呢，公司确实很富丽堂皇，很气派，感觉呢，就是真的是一个大公司那样的哈，在奥兰多那门前有喷泉哈，就这样。但是呢，感觉回来就是没有太多的记忆，就感觉到呢，很疏离啊，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公司跟我们的粘性并不高，公司是公司，它就坐落在那儿，也没有人出来真正的给我们说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链接呀，或者让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人有一种被温暖的哈，就是我们看了公司，我们知道哇，好多的满墙的那种奖杯哈，哪一个地方加个单儿，那个墙上就闪一下，就觉得真的是高科技，非常的棒。但是我们就觉得呢，哈，我自己感觉哈，我去奥兰多看了公司，佛罗里达州，我觉得呢，我们就好像感觉就是被甩出去的流星啊，你就自我发光吧，划过天空，真的是不停的去奔跑。那你努力向着那个塔尖奔赴，没有任何的怨言。因为我们跟公司呢，很多的这个为什么大家刚才金燕姐也说哈，我不知道她也做过直销，说那跳来就是说那我们很多人跟公司都是一种博弈啊，就说句白话，就是公司想多赚点，他就给你少一点，这种关系呢，永远都是一种就是双方是一种那样的一个关系，你多干活，你多挣钱啊，那你就是奔着那个塔尖去奔赴啊。但是我觉得呢，这就是我上一个平台的公司啊，我亲身觉得就没有多少记忆。那我们爱健康公司呢，这个应该是这次参观它的这个基地大楼呢，应该是我第6次，我数了一下啊，因为跟伙伴们一起过去嘛，看看公司，也借伙伴们的眼光看一看他们眼中的爱健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那这次呢，我去完以后，我觉得呢，就是说爱健康的公司呢，它就是给我一种感觉，就是特别的踏实，特别的稳，就是你有一种那种长长久久的那种感觉啊。它也没有什么口号，反正进去以后呢，给我们就感觉到呢，这一路哈，爱健康公司也有快6周年了哈。那我是2020年4月30号加入，就让我头2年半没怎么动啊，就是一直在观望。但我觉得呢，就是考察一个公司，像我们普通人，看他呢，就说这个公司不怕它出问题啊。我的一个点就是，当他有了问题以后，各种问题，物流、金流跟这个社会、跟国家的关系，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普通人，别到时候一出问题就滑铁卢了，我们担惊受怕。而且二健康公司给到我们就是非常的稳，什么问题来了，我们都能够去，好像也是一样的来对付啊。我觉得这样的公司那肯定它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它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我呢就是说觉得呢，让我像我们总裁啊这些哈，都是给我们培训。这次呢也得到一个就是说是我们爱健康这个科技创新公司呢，它是一个25年以来组织行销在这个整个行业里边被评为成长最快、发展最稳的一家公司
啊，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这个都是有大数据来支撑的啊。他是在这个疫情以后创立的这样一家公司，它是发展反而非常的快，在5年的时间内，可以说交了一张非常就是满意的一个答卷哈。那这个公司这样报表，它不是一个跌跌撞撞，就是忽上忽下，让我们感到这个小心脏都承受不了哈，而是一个非常稳的公司。我就觉得呢，就是说。我也不太同意有些人呢，隔一段时间就换一个公司啊，经常就是换来换去。其实呢，你不如在爱健康里边就深耕，跟公司一起来成长啊。那我们呢，可能我的感觉就是，满大街跑着的啊，不管他是做过直销没有，都是一身的本领。很多人，我们要找对那个人，他缺的呢，就是一个能够成就他的一个好平台。那在这次去公司以后，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们在展业当中，你不用表现的弱弱的，好像一碰到什么就要投降，我们先投降了，我们这个不行啊，我们人家一说什么，你真的要好好的告诉他，什么样的公司才能成就你啊，什么样的公司才能真正的给到你一个舞台，成就那个你，成就你的家庭。啊，不用再跳来跳去的，真正的你考察完了以后，成就你的那个千千万万的伙伴们凝集在一起的那个团队。那当然了，有一个好平台，就像这次我得到的最实际的一句话，就是你要拿出那个洪荒之力，不能老是睡到自然醒，下午1个小时干爱健康，就想拿大将军。我相信所有的大将军们啊，朱莉老师、金燕老师，他们都是付出了，那我们就要真正的哈，就是有一个好平台，然后呢跟着这个平台一级稳扎，还要呢努力啊，然后呢把这个时间拿出来，真正的踏踏实实去做啊，把公司的活动和这个紧跟系统，我们可能缺的就是这一环，所以呢踏踏实实去成就这份梦想，才是我们2026年真正的一个就是要迎头赶上的一个年份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好吧？启凤老师，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啊。好，谢谢哈，谢谢我们的令老师哈，大家能够听得到前平台的恢宏的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带给我们令老师的感受是一份疏离，可是在爱健康里面，他感到的是踏实啊，因为爱健康他把钱投在什么地方？他投在就好像你建高楼，你的重点在于的地基有多深，有多稳，你能不能够托举承托你的长期的100年基业。而我们公司在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它让我们没有重资产之类，但是它让我们有底气，因为这些产品也是我们首先给自己和家人吃到嘴里的，你能放心吗？啊，所以我们在药业基地2楼正在进行的建设当中的检测的实验室，我们不再仅仅是被别人来说结论你是什么样状态的企业产品，我们能够有高标准的实验室，给到更多的食品、药品、营养品，给他拿结果，拿检测的结果。所以这一切公司实实在在坐在那个地方的动作，让我们安心，让我们踏实，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长期主义的坚持之下，在一个稳当的、有实力的、有愿景、有格局的公司，我们在跟他合作。所以我们理应要有合伙人的心态，和他共度风雨，共经难关啊。其实所谓的难关，也就是说一步步让物流的在更多的地方顺畅的能够实现好的产品啊，吃到嘴里，用在人上，好吗？所以谢谢我们的令老师的分享。最后一棒，我们要请出来我们这位刚才说什么？18岁的心态的姐姐我们的小英老师哈，我相信系统的很多老师们都已经很熟悉我们的小英老师哈，他所分享的他在过往的传统生意上所积攒的跟进的诀窍宝典，都分享给了我们爱健康的家人们他的21天的跟进法包括他的5段9根筋的这种扎实那么带给我们很多人受益。我们也想今天借这个机会，我们来听听一个不一样的爱健康的生命故事。好，有请小英老师，话筒给到你。
好的，感谢启峰老师。首先哈，所有在线的家人们，大家好。刚刚我也是非常认真的听着每个老师的讲的生命故事和在爱健康的看见，所以其实我心里在想，哎呀，我讲什么生命故事呢？因为在爱健康360度都是我的故事。好，就像刚刚瑞娜老师说，他们说你现在这个看上去那个心态18岁，我说是的哈，因为在爱健康。把我的心态养成了18岁，但把我的心啊养得越来越大，好，梦想越来越大了。所以呢，今天其实我想讲一讲的，就是我在爱健康的整个的涅槃，好，宝妈的涅槃，好吗？啊，因为我是2个孩子的妈妈啊，曾经6年前啊，现在孩子也已经儿子也已经20出头了啊，女儿也20了。那我曾经是个传统企业主，在移民加拿大13年前。那么13年前那个时候啊，真的就是刚刚我们令老师说的，在趋势上的时候，你只要肯努力肯苦，你就能赚钱。那大家想想23年前，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苦一点就赚到钱了。所以当赚到钱的时候呢，财商没有觉醒，因为年轻，所以赚到钱以后全款买房，全款买别墅，觉得很牛，以为未来一直是这个状态。好，结果呢，当趋势不在的时候，那卖房到加拿大来过生活。好，因为我现在终于在爱健康财商觉醒了，因为那个呢，它是做就有，趋势在它就有，那不做就没有了，因为它不是一个持续性的管道收入，所以呢，就在6年前哈，因为我是在2020年的6月遇见了爱健康，在6年前，我正好人生到了第2个转折点，是我的儿子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大学，那么那个大学是在外省，外省就意味着他要离开家，那离开家意味着他要租房，他要吃饭，那这个生活费从哪里来呢？那当时只有我从我这里来。因为他的爸爸呢，哈，在国内生意通过那个时候是在疫情哈，生意直线下滑，那没有办法哈。作为妈妈的我啊，我说了，那个儿子是亲生的，那就算是领养的，我也得负责任呐。那在那个阶段呢，意味着什么问题？就是如果我不能每个月赚到2000加币给我儿子的生活费，我必须要从我的养老金，因为总是为自己准备了一笔养老金，不管多少哈，要从我的准备的养老金当中，我要把这个钱先给我的儿子未来的大学4年的生活费。那对我来说，我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如果拿这份钱，因为每个人生命只有一次，没有，其实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别人对你负责的。好，所有的人在你的生命当中都是锦上添花，但是出于责任，我必须要给。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遇上了爱健康。好，非常感恩哈，遇上爱健康，我们瑞娜老师啊，就把我买进了爱健康。好，这个故事以后再讲。那进入爱健康之后，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必须在我儿子去大学的1年内，我要赚到1个月2000加币。那这个目标，就像人家说，很多母亲哈，为了自己的孩子，你可以什么都不顾。那我就是这样啊，一头就扎下去了。这一头就扎下去哈，那个时候呢，我就了解制度，了解产品，就慢慢的在这里面生根，因为我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在这样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想到我在爱健康为了赚2000，那最后呢，我赚到了2000的5倍6倍。好，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那这一切是我遇上了一个好的平台，好的公司。所以呢，我在爱健康真的就通过1年的时间，我让我儿子进大学的时候，他没有负担了。好，进大学时候没有负担，甚至于在这1年当中，我也活成了儿子的榜样。因为在这1年，儿子是在家里上的大学哈，因为疫情，所以他看到了他的妈妈从一个做饭的、抱怨的，什么妈妈会抱怨？因为对未来没有把握的妈妈，对未来担心的妈妈，她一定是一个抱怨的母亲。她的抱怨是因为她有恐惧，她不安心。所以我从这么一个抱怨的妈妈，变成了一个有底气的妈妈，说话稳妥的妈妈。好，所以这个妈妈是她慢慢在这1年当中，她感受到的，所以她说我是她的底气，我是她最妥的底气。好，这个给我自己也有更加的奠定了一份自信。所以，因为我们说
每一个母亲哈，你就希望你所有的辉煌，最后都是孩子能承接的。那这个承接不只是现金，不只是金钱，更多承接我们作为一个孩子的榜样来说，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份乐观，那份坚持。那么这一份通过爱健康，好，一定是找对平台哈。通过爱健康，我儿子看到了我的这份坚持当中收到的一份结果。啊，所以我儿子去了大学，慢慢的哈，我们之间的沟通越来越畅通了。就在他眼里，我不是只会做饭的母亲，不是遇到问题会消极的母亲，我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母亲。所以他会跟我谈他的生活，他在工作上面，他在事业上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他也会有兼职做一些事情哈，学生会的一些主席啊，遇到的一些问题，他会跟我探讨了。我知道这份探讨是我在他心目当中的一份底气，看到了我的一份蜕变。所以呢，这个是我通过爱健康，我不但富养了自己啊，我还成为孩子的一个榜样。这是我在爱健康的一个意见哈，我在爱健康的一个意见。同时呢，我还开心的是，我也帮到了很多我的伙伴们，也从一个在家里是一个怎么讲，可以说没有地位啊，没有地位的一个妈妈。到最后呢，也成为一个家里的一个核心，一个主要的顶梁柱，成为了爱人眼中的另外一个被他尊敬的妻子。我看到了这些身边人的蜕变，这些都是我在爱健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哈。那今天我就讲这些，好吗？启峰老师。好，谢谢哈，谢谢我们的小英老师。这次在洛杉矶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哈，我们总裁创作了很多的歌曲。好，我们真的是每次的这个，无论是培训还是感恩宴会哈，我们都是会发现我们是要唱要跳的。我就发现，在唱和跳当中，特别在跳当中哈，那个载歌载舞的身影始终少不了我们的小英老师哈。他在里面的状态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感觉到这个生命好像就被点燃了一样哈。所以我呢就想从这个角度来问一下我们的小英老师，你说了一句话，说你不光是嫁给老公，你还嫁给了爱健康啊。我想听听你跟爱健康有怎样的情感链接。好，这个问题给到我们的小英老师，有请。好，谢谢我们的启峰老师哈。是的，我现在呢也特别想真实的把我的在这次去总部的感受分享给在线的每一个家人伙伴。我也愿意就是成为大家的眼睛哈、耳朵啊。好，那么我这一次的感受和不一样的见证啊，我其实不是第一次去爱健康，这一次我印象当中我是第3次去总部了哈。但是这一次却是触动我灵魂深处的一次。好，为什么呢？哈，那我刚刚讲了，我跟爱健康结缘已经有5年多了。前2次我去公司哈，也带了伙伴去了。那我感觉我就像是在走马观灯哈，就是在走马观灯，没有太多的感觉。就好像这个是一个公司，是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好，内在有一种距离感。好，就有点局外人的感觉，准确说哈。但是这一次，我突然之间真正走心了大家问我为什么走心，我真不知道。总之，我突然之间那份感觉就觉得走心了哈，好像找到了一份久违的归属感。这个归属感是新的哈，是新的归属感。那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哈，总裁，多才多艺。那每一次哈，我们都能听，现在我们都会去听到总裁的歌曲。我自己最喜欢的歌曲就是《财富自由的声音》，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我以前对金钱没有概念，但是现在哈，因为总裁的这首歌，我老听、老学、老唱，所以我觉得财富自由它是可以用来成全我们的生活的，它是可以让我们守望家人的。然后它也能够成全我们的爱，来传递温暖的，所以财富自由真的很重要。好，所以
每一次呢，这次因为在公司哈，我又再一次听了总裁的亲自给我们的授课，所以在听授课的时候，这一次我有不同的感觉。以前是听得很兴奋，哎呀，总裁也给我们讲一些我们在外面听不到的高能量的课程。这次我的感觉是什么？我一边听，我一边的感觉是什么哈？我说感觉是我选对了地方啊，我在这里，我选对了，我这一次是这种感觉。所以哈，我再去听总裁讲课的时候，是带着情感去听了，不是说一个学生坐在那边听老师讲课。这个是我这一次的感受，所以我一边听一边想，哎呀，我跟着这样一个有大爱、又会玩又会写歌的这么一个大格局的一个总裁，我真的很幸福。而且我们总裁他不是一点点的智慧，他是一个大智慧的领袖。所以这个我就感觉我坐在这里，我有一份幸福的感觉，这是我这一次在公司的这份感受。好，所以总结一下哈，这一趟的旅程，我还和全球的很多的新朋友结成了真正的朋友关系啊，和他们，我觉得和这些领袖们，包括上面朱莉老师啊，我们的经验姐姐那令老师和Lisa 老师我们都很熟了都是温哥华，我和他们又成为了一个朋友。好，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思维的碰撞，所以你人和人在一起它就是一个思维的碰撞。那我觉得我被碰撞了以后，我更加坚定。我怎么这一次那么幸运呢？就不小心就跌进了爱健康这个米缸里了呢？好，我们就是老鼠跌进米缸是什么感觉？就是一种幸福的感觉。我就是这样子就是这种幸福感。所以我认识了这么多有趣的灵魂。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爱健康的这个里面跟着总裁一起唱一起跳，就像在家里的感觉。好，那么我们这次我还想一讲我们的经验节，真是让我惊艳到了就是惊艳到了。就像他说的他自嘲自己是一个职小难民，是一个小学的没毕业的小姐姐，但是他虽然这样讲了，他这次上去领奖，那我看到的背后是什么我看到的背后是他刚刚讲的，他有一个不服输的心。这是经验姐这次在这个洛杉矶给我的震撼。所以你的意愿、你的心愿很重要，你的意愿很重要，因为他有不服输的心，所以他还有一份，我从他这一次在洛杉矶看到了什么？他有一份他的真诚、感恩的心。总裁给大家准备了那个洛杉矶最好吃的生煎包，我就去拿着吃了，我说真好吃，但是经验姐说好感恩。哎呀，我就觉得我好惭愧，我怎么没想到呢？就我会觉得很好吃，但是经验姐除了好吃以外还很感恩，所以她的这份真，还有她的一份感。我小学没毕业怎么样呢？我是职校难民又怎么样呢？但是我有一颗不服输的心，我有一颗想要的心，这就够了。所以他这份心里面有一份感，这是我在这一次洛杉矶我从经验姐身上看到的。那么还有就是一份坚持，就像这次据说我们经验姐抱着老虎去谈单了。我想一想，如果经验姐，当然这次经验姐是我的楷模，我以后也要学经验姐，我要学你抱着老虎去谈单。所以我没有想到，但是经验姐做到了。所以他的这份坚持、真和感，所以他拿到的那个老虎，总裁亲自给他颁奖。我在他身上看到的这份生命的绽放，他不是偶然的，和他生命当中他的那份坚持很有关系。所以这份坚持我们都可以学，我们都可以拿来用。好，这是我在这次看到的。那第二个呢，我在这次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朱老师身上。他是一个最有资本，他说的最有资格这个谈幸福的一个阔太太家里什么都有了，儿子孝顺，金钱有了，老公又很爱她。可是这次他在这个洛杉矶讲了一句话，我很受感触。好，因为他说一个人的幸福不是真幸福，就像我现在在爱健康，我实现了我的第一个梦想，富养自己的梦想。但是他这句话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在1年半跟着爱健康一年半的时候，我就富养自己了
就开始富养自己了。出差我都是很矫情的，要头等舱。我说我已经57岁了，我不能坐着硬板凳回去，我得躺着10个小时以上的，我必须要躺着享受，因为爱健康已经包养了我嘛。好，所以呢，我就有2年多的时间，就有一点点不那么努力了。但是这次我为什么要去总部？因为2026年好像这个万马奔腾点亮了我要跑了，所以我觉得还有很多人也可能跟我有一样的梦想，他需要我的这份力量，也需要我的榜样，需要我去点燃他。所以我这次去公司，朱朱老师这句话又点亮了我，一个人的幸福那不是真幸福，还要带着伙伴们一起幸福。所以这句话点亮了我，也让我这一次回来以后，我就是激情满满，激情满满我要带出我更多的伙伴，活出他们心中的第一个梦想。所以这一次3天在总部深深让我感受到，我和爱健康之间已经有了一份情感的链接。因为我不去总部，我没有看到这么多有趣的灵魂，这么多的灵魂刺激到我，那我可能还会什么，活在我自己的小爱小情里面。但是因为我去了，我活生生的见证了这么多的灵魂，他们都活出来，他们的一份生命的绽放，他们感动到了我，让我有更多的责任感在里面，还有也放大了我更大的梦想。所以在我58岁的灵魂把梦想更放大了，在以往我想不到的。以往我就是说不可知，未来我58岁我是怎么样，我不敢想，我也不敢看因为我在外面看到的58岁的灵魂不是我想要的。但是现在在爱健康，58岁我们会活成什么样？大家就看到我今年58岁，是不是在爱健康活的年龄成谜，可以活成年龄成谜，对吗？已经是个数字，那还可以活成什么样？活成心态越来越年轻。我就是18岁的心态，单纯简单，因为我的底气是爱健康的制度托起的，我的成长是燕之歌的系统成就的，我只要有一个学习力就够了，然后把学来的东西输出出去就够了，然后看着另外一个灵魂也活得鲜活，我就很有成就感。大家说是吗？好，所以呢，我觉得爱健康在这里我们不是跟爱健康这个平台是一个冷冰冰的利益合作的关系，而是我们在爱健康，我觉得这一次我是走进了一个有温度、有情怀、有爱的精神家园。这个是我在其他所有我之前做的平台里没有的。我觉得我和他之间就是一个利益关系，我借助这个平台成就我自己，赚了钱，赚到了我就溜吧，就够了。但是在爱健康，我这一次去的爱健康有了一份情怀，它是一个家的感觉了就像我说的，我嫁给了我的先生，我现在还有一个我依恋的家是爱健康公司，是我另外一个家这份情感也是深深的无法用语言去表达的。这是我这个第3次在爱健康这个平台，就这次去总部我的感受突然就链接上了。所以为什么会链接，就是你要去了解。你每一次说我第1次去，如果我没有链接上这份情感，我第2次如果不去，可能就没有我第3次这一次的这份碰撞。所以要去持续的去到这个家里，你突然间有一天你就觉得这个家你再也不想离开了，因为在这个家里能活到58岁，像活成28岁的生命状态所以呢，我把我的这个感受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现在58岁，我重新在爱健康有了梦想。那在这里我第一个实现的是什么？富养我自己的一个梦想，我是第一个实现的。那么在这里我也能够踏踏实实的帮到我身边的伙伴，不是我有能力，是我知道我的靠山爱健康这个平台，它的制度没有哪个制度可以跟我们爱健康的制度相比的。你越深入了解，你越心里很笃定。我们不要比产品，我们就比这个平台的制度，这个制度是不是让普通的100个人当中80%的人能在这里活得安心的平台，只有爱健康。因为所有的平台它都会给你门槛，给你要求，给你业绩，
那么这个平台他不给，所以我们的经验姐姐可以在这里抱着老虎回家，在别的平台好像是不太有可能性哈。所以我们的经验姐姐哈真的很幸福哈，很幸福。我相信我们在爱健康的人都很幸福哈。所以在爱健康这个家里，这里有什么？在爱健康这里有钱啊，因为这个制度会给你钱，这里还有爱啊，因为跟总裁这一次就像我们的启凤老师说的，我就是跳我就跳啊，总裁一唱我就去抢话筒，我也要唱啊，然后我就想上去跳，瑞娜姐说上去跳我就上去跳，跳的好坏已经不重要，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家啊，是让我在58岁的这个阶段，让我重新活得光鲜亮丽，这是一个家托起的我。所以我在里面我很松弛，所以这个时代有一句话说，你有没有活出松弛感？那你要找到一个稳定的家，你自己的那个小家里能不能让你松弛？有没有？好，如果我们没有财富自由，可能我们要为钱去奔波，没有办法松弛，那么我们就在爱健康这个家里踏踏实实待在这里，这个家一定给你松弛感的这个底气啊。所以呢那么有钱有爱还有盼望。好，我们有钱有爱了，那是小情小爱不够，有盼望就是你敢更多的去想你的未来，更多的去规划你的未来。好，那我就把我在爱健康这次洛杉矶3天的我的亲眼所见、亲耳所听，我的真心的感受，我把全部都分享给聆听给在座的每一位家人伙伴哈。其实我内心是很感动的，你们看不到我的内心哈，我要控制住，因为我们 Lisa 姐姐已经给大家带了一波的泪，我不能再带了哈，不能再带了，所以呢，我就带给大家这种。用语言哈，尽量的去表达我内心的这种澎湃哈。所以最后我总结一句话好吗？最后总结一句话就是，爱健康是一个有温度、有情怀、有灵魂的家园。它不是一个利益交换的场所，它不是一个赚一笔钱就走的地方，而是能让我们心扎根的地方，心能有依靠的地方，然后能托付我们一生幸福的家园。好，也就是未来的日子，我愿我们爱健康的每一个人，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哈，有机会就去我们的总部看一看啊，去我们的分部香港、中国可以去香港的分部看一看，在那里坐一坐，让心在那里沉淀一下，这是你生命当中第2个不可以离弃的家，好吗？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好，交给启峰老师。谢谢哈，谢谢我们的小英老师哈，是不是？他说不要掀起我们的又一波哈，但是我估计很多老师的这个眼睛已经被润了哈，被感动到了。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在这儿哈，虽然就像刚才我看聊天上面哈，我们的这个纽约Amy 老师，我们这次在洛杉矶也有见到哈，这个咖啡带来很大的改变哈，然后我们以前只是视频上看见。但是真的是到公司的时候，我们是线下可以相拥啊，可以互相交流。所以你会发现，无论我们来自地球的哪一端啊，北美、南美啊，或者是来自另外一块大陆，但是我们在爱健康真的很感恩，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爱健康人。这个身份它也会在我们公司实现资本市场的上市之后，给到我们一个共同的代码和共同的价格上升空间，所以我们不是陌生人，我们是爱健康的家人，也是我们在这个爱健康当中活出来的生命状态，正在影响和帮助更多的人，像我们今天屏幕上的每一位老师一样的。所以温哥华要不要来？温哥华要不要来啊？今年这个月28号，我们的公司的 K 计划和旅游计划 ，K 计划还在进行当中哈，但是我们的旅游计划就会告一个段落。那这么宜居的温哥华，又是在我们老师们说可以和很多以前是屏幕上相见，能够从线上走到线下，大家一起可以交流，可以一起唱，一起跳，一起来
来进行分享的老师们要不要？所以温哥好要不要来哈，老师们哈？所以我非常感恩今天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来跟我们屏幕上这群优秀的老师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洛杉矶之行的这份感动带给我们的这份满满的能量加持。我们也希望屏幕前的你已经收到了在今天分享的结束，我们非常要感恩的，我们都提到了，我们感恩公司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有情怀、有格局、有温度的公司，我们感恩我们的巴米埃云端国际大学一路过来，从燕之歌系统走到今天。那今天在我们分享的结束呢，我也想在我们分享开始之前，刚刚看到的我们系统的创始人之一我们的凯章博士诗作的一段话，作为我们今天分享的结束我个人感觉是非常的贴切，非常能表达我们的心声。辞旧迎新，乘风而上，笃定前行向远方。今朝好，揽春光无限，再铸辉煌。祝愿各位屏幕前的老师们、家人们，大家马年安康，小年幸福。好，谢谢老师们，我们今天的分享停在这里。好，各位老师们再见，明天继续我们的洛杉矶之行分享，大家期待别错过。好嘞，再见，谢谢各位老师们。拜拜，再见。